这么一大早，窗外就响起了枪声，看起来今天的求生者们和男团的战斗比以往来的更早了一些。时间的打罢，早晚把这世界打得个天翻地裂，大家一起玩玩，省得徒增烦恼。我叫麦克，是一名艰难的求生者。看着一贫如洗的家中，我深叹一口气。自从上一次出门搜寻物资，已经过了不短的时间，家中的存货所剩无几。为了我的家人，为了杰西，我想我必须再次冒险一搏。临行之前，杰西取出家中仅剩的一点药品，为我包扎好了伤口。麦克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知道了，放心吧。再次离家，听着杰西的嘱托，我不敢回头，只怕这是最后一别。但终究还是不舍得看了一眼。随后我狠了狠心，拼命地向前方奔去。我的家人们等着我回来。打开地图，我开始规划行动路线，这是重中之重。这一次我准备沿着边缘搜寻，这可以避免腹背受敌，最终抵达高速公路撤离点。但是这里有个问题，需要途经汽车旅馆，那里可是个危险区域。也罢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据说那里是最强男团的驻扎地，藏有不少生存物资和武器装备，值得走上一遭。什么？这么快就遭遇敌人？我迅速后撤，同时再次检查弹药，为稍后的战斗做好准备。那么现在我决定主动出击。有了上一次的生存经验，再次遇到遭遇战时，我已经可以心如止水。想要在这个残酷的世界生存，容不得一丝心慈手软。按照刚才的脚步声判断，他应该躲在这个角落。吓我一跳，在这里！该死，我又腿中弹了。刚才实在应该再小心一些。这个世界的 AI 男团狡猾多变，只要反应稍微慢上一点，就很可能引弹归天。我取出一份30年之前生产的过期针剂，忍痛注射了进去。在这个世界里，能存活下来的都早已练就百毒不侵之体，哪怕找到100年之前的茅台，也是照喝不误。不过我再次听到了脚步声，是谁？又是男团之一吗？这是看到他的盒子，我明白了，这也是一个如我这般的求生者。听到这边的枪声，他想来捡点便宜，但我的便宜岂能占得那么容易？这位同行的装备比我预想中的好。首先把他的背包拿上，这是生存必备物资之一。然后他这个防弹衣明显比我的等级高了一些，但我背包空间不足了，所以我选择扒下来换到我身上，非常合身，我感觉安全多了。再次检查一下弹匣，前面不远就是汽车旅馆了，出发。来到近前，里面一片寂静，这反而让我的心提了起来。环顾四周，我很怕有人已经提前占领了这里，设下埋伏。但是为了生存，为了老婆孩子，今天我一定要搏上一搏。脚步声来自楼上，目前不确定他属于男团还是求生者。我心中有些打鼓，但仍然义无反顾地行动起来。推开房门，里面暂时没有危险，但是那瘆人的脚步声再次响起，好像越来越近了。就这样遭遇了。乱枪过后，我刚刚反应过来，又一次战胜对手。看盒子样式，这又是一个求生者。不过我的脖子为啥感觉有点歪？莫非刚才扫射太猛，落枕了？这个求生者好多东西，但是该死的，我的背包已经没有空间了，所以最终只能挑选了一些更加值钱的物资，比如用 AKM 替换掉了我的副武器7四 U。一切收拾妥当，我猛地使劲，掰正了脖子，呼吸顿时就顺畅多了。打眼一瞧，旁边就有一个武器箱，里面有一些武器配件，我放在背包里。想要在这个世界更好的生存下去，我需要不断改装我的武器，这些都是必备资源。很快我也找到了一瓶饮料，毫不犹豫地打开灌了下去。虽已过期，但我无所畏惧，这是恢复体力的好东西。等下有脚步声出现了，顿时再次让我紧张起来。刚才搜寻的愉快，却差点忘记了这里是最危险的所在。我慢慢走下2楼循声搜索，生死存亡容不得一点马虎。他就在外面，我猛地闪身而出，就是一顿乱枪。迅速换枪，因为新的脚步声再次来临。终于解决了。捡了把男团专用的卡宾枪，我继续搜寻起来，但最终我也无能为力。本次收获太多，实在是背不动了。然而就在我刚刚踏出旅馆门口的瞬间，我突然中弹，该死，有狙击手，我被埋伏了。不行，他位置占优，我无法硬拼。再次捅了一针过期药品，暂时止住了流血的伤口。我开始向对方背后绕行过去，他就在这里。看到他了，我猛然出手打了他一个猝不及防。
打开他的盒子，有一把 SKS， 属于7.62枪组，怪不得打得我很疼，我依然换了上去，这将是我后期生存的一大保障。整理好装备，我再次打开了地图。至此，本次汽车旅馆探索算是进行得非常顺利，同时我也拥有了可让其他生存者极度眼红的收获。那么接下来我需要做的就是尽快赶到撤离地点，然后回家。终于一路奔波，我顺利来到撤离地点附近，开始停下脚步，仔细探查左右。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，很多可恶的求生者们会蹲守在撤离地点打劫同类，很令人不齿，却无可奈何。但好在这次有惊无险，站在红烟背后，我顿时长舒一口气，终于安全了。杰西，等着我，我要回来了。回程途中，打开结算页面，查看了一下行动收获，预估总价值21287。果然，高风险往往伴随着高收入。这下子我和杰西又可以多坚持一段时间了，真好。只不过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下一次我是否还能在男团手中死里逃生呢？